法医室里突然死了一名实习法医，其死前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但尸体旁却洒了半瓶矿泉水。公安局发生命案，前所未闻，我们必须以尽快的速度破案，给各界一个交代。警方第一时间调取了所里的监控录像，发现被害人邱兰子在1个小时前曾心神不宁地回到了警局。可正当他走到法医室的门口时，却不小心撞到了齐思哲主任。齐主任，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您，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了。接着他们把监控切到了法医室，韩风亲眼目睹了兰子喝下一口水后3分钟之内倒在了地上，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投毒案。而目前最大的嫌疑人便是法医室的齐主任。于是韩队立刻先将人限制起来，他们当即拿出了警局的监控录像，看看齐思哲会作何辩解。邱兰子死于急性氰化钾中毒，这个水瓶上有你的指纹，你解释吧。齐思哲想起1个小时前，他应该是在门口被邱兰子撞到时不小心拿错了水，可当时兰子的水只是普通的矿泉水，而自己喝的则是苏打水，这让齐思哲顿时想到了什么。那瓶水呢？验出氰化钾了吗？但奇怪的是，2瓶水里均没有氰化钾的成分，这也就意味着氰化钾可能早就存在于兰子的体内，只是苏打水加速了反应。果不其然，韩队看了刚刚的尸检报告，法医在兰子的胃里发现了还未消化的胶囊残片，这让齐思哲瞬间有了眉目。兰子平时应该有用药的习惯。兰子的包里的确发现一瓶胃药。什么药？奥美拉唑。原来邱兰子长期饮食不规律得了胃病，她随身携带的胃药奥美拉唑是一种在肠道里消化溶解的胶囊，并不会在胃部的酸性环境下产生反应。可碰巧的是，邱兰子意外喝下了齐思哲的苏打水，导致药物提前溶解，从而引发中毒。一般奥美拉唑的反应速度在4到12个小时之间，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反应速度推论，那么凶手的下毒时间一定是在昨天或者更久远。兰子的药瓶里还剩几颗？还剩1颗。这种药的服用方式一般是早1颗晚2颗，而仅剩1粒就意味着一定是昨天晚上吃下的。他们连忙把最后1粒胶囊拿去药检，幸运的是他们在最后1颗里检测出了氰化钾，说明齐思哲的推论到目前为止是对的。于是驻队开始转移调查方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并且能够随时调换他贴身药物的，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少人警方。不久前，河城发生了命案，一名成年男子死在了家里的浴缸中。警方调查了被害人江飞的信息，发现此人曾多次出入夜总会贩毒。可奇怪的是，他们在调取了夜总会的监控录像后，看到齐主任曾多次在下班后跟踪此人，于是韩风便对齐思哲产生了怀疑。他曾多次去法医室转悠，注意到齐主任连写尸检报告都亲力亲为，似乎对这个案子非常上心。可就在昨天，他手下的实习生兰子在江飞的尸体上发现了端倪。当兰子刚把这件事告诉驻队，紧接着就被人毒死在了法医室，因此凶手一定是跟杀害江飞的同一个人。韩队迅速带人去酒吧了解情况，最终他们在江飞死的前一天，看到江飞在酒吧与一名女子纠缠了一晚。而更巧的是，嫌疑人张璐竟在一家化学研究所上班，她居然也是兰子的闺蜜。看来这2起命案一定与她脱不了干系。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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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抓错人了，真的不是我。这是2025年唯一的本格推理剧播简，我是甜瓜，今天就带大家一口气看个过瘾。法医只是看了一眼嫌疑人的手指，就断定此人不是杀人凶手。他发现嫌疑人双肩有不自然高低，并且紧张时左手会出现痉挛，这是典型的先天性神经麻痹。而死者是个160斤的成年男性，绝对不可能独自处理尸体。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其法医怀疑有人对尸检报告动了手脚，这个凶手不仅精通药理和解剖，还非常熟悉公安的办案流程，甚至有机会接触到案件资料。符合这些特征，只有公安局内部的人。你的意思是，凶手是自己人？法医齐思哲回到解剖室仔细回忆，可就在接近真相时，却被一阵红光拉回了现实。他发现尸体有被人动过的痕迹，并且手臂上印上了 EVA 的字样。经过韩队走访调查，从监控中发现了惊人的一幕：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不对，那江飞家的血迹怎么会是张璐的？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那个看似热心又能接触到所有物证的赵医生。韩队立刻采取行动，在赵医生准备带女儿转院时，直接将其抓获。你是为了你的女儿赵一瓜才杀了江飞吧？
原来赵医生的女儿赵一娃因为吸食了江飞贩卖的毒品原钻，最终脑损伤变成了植物人。为了给女儿复仇，她策划了这起完美的谋杀案，假扮张璐接近江飞，哄骗对方吃下致命的头孢，再利用植物之便替换血样嫁祸给无辜的张璐。而法医邱兰子正是因为在尸检中发现了伊娃的字样，威胁到了赵医生的计划，才惨遭毒手。面对铁证，赵医生崩溃承认了一切。女儿自杀前的最后一条动态，揭示了一个母亲无尽的悔恨与悲痛。虽然案件告破，但韩队坚信当年的毒枭并未真正伏法。然而新的命案再次发生，直接打破了短暂的平静。一名猪肉铺老板黄浩在家中遇害，一个受惊吓的女孩曾跑到他家求救，但等警方赶到时，老板已死，女孩也消失不见。凶手先用防狼喷雾让死者失去视力，重击其头部，最后用剔骨刀刺入心脏，手段极其残忍。现场留下的鞋印显示，凶手行凶后还背着一个人离开了现场。法医立刻带人追捕，齐思哲也紧随其后。在山洞中，他发现了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齐思哲独自深入，用手套给后面的队友留下记号。很快，他们在洞穴深处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场景，这里摆满了栩栩如生的人偶。更恐怖的是，这些人偶的肚子里竟然装着动物的尸块。随着调查深入，他们在一个新人偶身上闻到了尸臭味，划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具真正的尸体。这不是人偶，是尸体。警方判断，凶手在用人偶练习杀人手法，而那个失踪的女孩很可能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男人故意在自家的棚子里养了一群毒蜘蛛，并且每天都与他们同吃同睡。不仅如此，他还会定期从外面绑架25左右的花季少女，来投喂他精心饲养的蜘蛛们。接着，他再为这些女孩画一幅素描，记录下她们毒发身亡前的模样。然而没过多长时间，警方就接到了群众报案，驻队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案发现场，发现死者是一名40岁的屠户，其胸部被凶手刺入了坚硬的骨头。秦法医迅速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发现地上居然撒了许多面粉，这着实让人匪夷所思。凶手好端端杀人，怎么会撒一袋面粉？秦法医猜测凶手一定是想掩盖什么，于是他立刻往地下刨了刨。果不其然，他发现水泥地上竟印着带血的足迹，无论是从大小和形状上判断，都像是1.6米左右的女性足迹，因此凶手很可能是先杀了屠户之后，再掳走了家里的女孩。怎料就在这时，齐思哲忽然注意到门外的血迹，他顺着血迹来到了公路上，发现血迹从小树林一直延伸到一个山洞。齐思哲打着微弱的灯光走了进去，怎料却在洞穴的最深处发现了惊人的一幕。片刻后，大部队带着装备赶到了这里。他们先从众多的蜘蛛茧中摘下了一个，剪开后发现居然是半头牛，于是陆陆续续将后面的茧挨个放下。最终他们找到了一具女性尸体，是尸体。齐法医见状便先带一部分人回警局尸检，而驻队在打扫现场时却意外发现了一本日历，只见上面打了许多圈圈叉叉，所以就当物证带回了警局。片刻后，秦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发现女孩的脖子上居然有多处成对的针孔出现，这与洞穴里的那些漏斗蛛咬人后形成的伤口极其相似，因此秦法医大胆猜测，凶手可能是为了模仿蜘蛛捕食来行凶。他们调查了女孩的身份信息，发现死者叶莹莹的父母曾在这个月的1号报案。碰巧的是，他们在现场发现的那本日历上1号那天正好被凶手标记。不仅如此，秦法医通过尸体胃里的残渣推算，叶莹莹的死亡时间正好是日历上的14号，中间相隔整整13天，而这13天正是漏斗蛛的破茧时间，这就意味着凶手在30号时还会有一次行凶。如果你推断的没错的话，那我们剩下不到3天时间，我们不管想什么办法，必须要把他救出来。这个凶手不仅懂蜘蛛的习性，还会对生物进行解剖，所以此人极有可能是医学专业的从业者。然而就在他们理清来龙去脉后，竟再次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团结路派出所来电话，有人报失踪，根据他们的描述，很符合咱们失踪案的受害人。我这一套，陆队，你跟秦法医跟进一下。好。你女儿什么时候联系不上的？一直都有微信联系，她还给我们发语音，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最近这1个多月，她只打字，我们给她打电话，她也从来不接。下一个受害者又出现了。男人在调查残害花季少女的凶手时，竟意外发现了一个天大秘密。他看到案发现场的桌子腿下面竟掉了个不锈钢针筒，于是连忙捡起来查看。然而针筒上背部的2道红杠却让他触目惊心。齐思哲依稀记得，这种孔径的注射器好像是兽医专用，经常用来给得了病的猪牛羊打疫苗。
而并不是给人用的。没想到凶手竟用它来折磨花季少女，并且在每一个被害人的身上都扎了那么多的小孔，简直不是人。不仅如此，凶手还给每一个被害人画了素描。这个是谁？不会还有第3个受害者吧？我见过他。不久前，警方接到了一起报案，一对老年夫妇弄丢了自己的女儿。起初他们的女儿来合成打工时，还经常给他们发语音和视频电话，可后来却慢慢变成了文字。直到上个星期，当他们说来合成看望谢瑶琪时，琪琪的手机便再也没了音讯。有微信记录吗？啊，你看，结果我们去他家也没有人，屋子里都落了一层的灰。我们去他上班的医院找他，才知道他已经离职1个多月了。我们来了1个礼拜了，结果根本就没找到他，我们就来报警了。通过时间推算，谢瑶琪也许已经失踪了半个多月，很可能已经落在了凶手的手里。正当韩队准备带人回警局时，却在派出所的楼下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女孩，她是琪琪的闺蜜，送2位老人来这里报案。但有些关于琪琪失踪的消息，她不方便告诉2位老人。琪琪其实是被开除的。为什么被开除？因为她兼职，兼了什么职？在医美诊所兼职。原来谢瑶琪平常特别爱美，为了在整容机构获取低价药品，她每天下班后都会在机构打零工，所以才会被医院发现后辞退。韩风要了一张整形机构的名片，便带着手下去一探究竟。怎料等他们到了，才发现谢瑶琪打工的地方居然是一个黑诊所。这里的老板白天当正常诊所营业，到了晚上就会开展整容业务。韩风当即将黑心老板控制了起来。经过再三逼问下，他们打听到了琪琪的消息。原来那天琪琪下班后做美容时，不小心打入麻药，引发了过敏。情急之下，老板居然叫来了在农业大学学兽医的侄子。他一来就把这姑娘给救好了。这姑娘后来她自己就走了。不信你们可以查监控看呢，她自己走出去，活得好好的。老板的侄子叫廖云生，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韩风马上跟驻队同步了消息。你侄子在哪儿呢？我也有段时间没联系他了，可能是回老家去了。最终他们从廖云生的同学口中得知，廖云生就住在附近的吴家屯，于是他们连夜赶了过去，找到了廖云生的秘密基地。可当韩队拨打琪琪的电话时，他白天上课时会女扮男装走进男厕所，等下课之后又会男扮女装融入社会之中，就连跟他碰面2次的同学都陷入了自我怀疑，总觉得他好像在哪儿见过。有多糗吗？真的假的？他前段时间还跟我……可这天他在店里勤工俭学时，却意外被同学认了出来。我在学校厕所看见他了，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什么？有病！她疯了，明明昨天还是无话不谈的闺蜜，今天却在背后议论自己。从小到大，所有人都是这样，只要知道了她身份的人，无一不把她当作怪物来对待。这个不是我们班那个小怪物李书俊吗？他是生物学上的中性人，既拥有男性的第2性征，也同时拥有女性的第2性征。只因在他的第23对染色体中，比正常男性多了一条 X， 又比正常女性多了一条 Y， 所以常常会被身边人耻笑。为了让自己表面看上去比较正常，他会选择去压低雄性激素。因此在刘淑婷的包里常常携带着戊酸雌二醇，这种药可以调节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而男性服用则会患上无精症。等到时机成熟时，他便可以去做相关手术摆脱一切。可谁曾想，由于性染色体的异常加上外部影响，让刘淑婷患上了精神疾病。她常常会幻想自己是一只蜘蛛，去模仿蜘蛛的生活习惯，因为雌蜘蛛在产卵时是会吃掉雄蜘蛛的。这天，刘淑婷在店里与表面朋友说话时，却突然来了一只不速之客。爷爷，你好没有蜘蛛啊！你下去了吗？叶莹莹当着她的面踩死了地板上的蜘蛛，真倒霉，好心情全让他毁了。蜘蛛这么丑，就不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脏死了。舒婷，你不觉得恶心吗？敏感的刘淑婷内心彻底崩塌。
于是他暗中制定了一揽子杀人计划。刘淑婷模仿蜘蛛的捕食规律，将他们3个绑架后按顺序杀害。而第一个受害人就是将消息传播出去的廖云生。他将廖云生杀害后，用保鲜膜缠在了出租屋里，接着假装成另外2个女人的闺蜜，在警方面前混淆视听，把凶手指向在农业大学的廖云生。然而等警方察觉之后，离第3名受害者的死期就差几个小时。刘淑婷把第3名受害者绑在出租屋，等待着审判时刻的到来。警察打开铁门，惊恐地发现一个女孩双腿被绑，并且脸上裹满了保鲜膜。这一幕直接吓傻了警察韩风，可他来不及多想，立马上前先将女孩救下。李淑婷，你现在能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李淑婷一直对警察有所隐瞒，闺蜜失踪一案她并没有说实话，要不是发生今天这事儿，她还不知道闺蜜交了一个杀人变态男友，现在想想都后怕。其实琪琪在跟廖云生谈恋爱，我一直以为他是不想见他父母才躲起来的，结果……李淑婷本想劝琪琪回家，不料一个神秘人突然从身后出现，直接将其迷晕，然后将保鲜膜裹在了李淑婷面部。可他并没有看清凶手长什么样，但警方推断应该就是廖云生。法医齐思哲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凶手患有心理疾病，发病时会幻想自己是一只蜘蛛，但凶手应该在8月30号杀死琪琪之后，然后才会对下一个人动手。可为何在这个时候坐立不定，突然捆绑李淑婷？他猜想这里面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是不是因为李淑婷刚好撞见了他什么，他不得已？这当然有可能，但是李淑婷的话有问题。韩风找到当地卖蜘蛛的商户，拿出照片让老板仔细查看，可老板对廖云生毫无印象，反倒对漏斗珠饶有兴致。漏斗珠毒性很强，肯定不敢卖，出了事儿算谁的？这儿附近卖蜘蛛的就你一家吗？对，方圆100里就这家。就在警察一筹莫展时，齐思哲的师哥有了新的发现。他是心理咨询师，昨天齐思哲找他询问过这件事。他询问有没有精神病患者会把自己幻想成动物，比如蜘蛛类的或者昆虫什么的。听北山山洞的居民说，好像是警察发现了一具女尸，这几天一直在盘问有没有人养蜘蛛。你说奇怪不？为什么是蜘蛛呀？该不会那个女孩是被蜘蛛咬死的吧？前台越说越离谱，突然想起前几天有个奇怪的病人戴了个帽子，把自己裹得非常严实，手里还拿个药品玩来玩去。我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想看医生，觉得自己像蜘蛛。那人当时走得匆忙，前台拿个登记表的功夫，人就消失不见了。师哥立马给齐思哲打电话，调取监控供警方查案。此时一个女孩被绑在暗房中，地上的蜘蛛爬来爬去，女孩拼命呼救。然而神秘人的出现彻底将女孩推向了绝望。警方通过监控找到了廖云生的住处，可就在韩队持枪进入时，再次发现惊恐的一幕，廖云生竟被吊挂在了卧室中央，死法与之前几人一模一样，到底谁才是凶手？他在家里杀人时，忽然发现窗户上居然映出了一道蜘蛛的残影，只见那道残影向亮光爬去，仿佛是在指引着什么。然而他却顿时像着了魔似的，跟着影子一路追了上去。经过昏暗而又杂乱的小巷，最终他追上了那只红寡妇蜘蛛。然而就在这时，前面刺眼的灯光却夺取了他的注意力，他慢慢向光靠近。不久前，警方通过李淑婷的发小锁定了她的位置。李淑婷从小就只有这一个朋友，除了王启龙之外，所有人都觉得李淑婷是个双性怪物。因此李淑婷上完高中后便辍学打工，为了弥补遗憾，她经常借用发小的身份证，假扮成男生来农业大学蹭课。但无论如何，还是隐瞒不住她是双性的事实。对于这种显眼的性征，只要是关系好的朋友，早晚会被发现。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启龙一样能理解李淑婷的难处。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就在于喜欢把别人的缺陷当作消遣的乐子。可谁曾想，由于李淑婷长期服用药物，她常常幻想自己是一只蜘蛛，因此当附近有微光时，便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这就是昆虫们特有的趋光性。最终等警方赶到她家后，亲眼目睹了李淑婷出车祸的一幕。片刻后，警方把幸存者送到了医院，然而谢瑶琪身上却并没有太多伤痕，只是被李淑婷注射了蜘蛛的毒素。在解毒剂的作用下，谢瑶琪被医院抢救了过来。随后警方通知了王启龙，让他来太平间认领李淑婷的尸体。当王启龙看到发小冰冷的尸体后，儿时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我只是和其他人不一样，难道我就是怪物吗？
为什么他们要欺负我？他们就是一群混蛋，我会一直保护你的。你从来都不是怪物，从来都不是。李淑婷并不是人们口中的怪物，只是生来就与一般人有些差异。然而就在警方以为案件即将告破时，法医室的秦主任却在李淑婷包里的药瓶上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图案，这看上去像是某些组织特有的标记。显然李淑婷的精神疾病绝非不仅仅只是身体原因，想必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可谁曾想隔天他们却又接到了一起报案，在城中心附近的郊区，有个居民发现了零零散散的碎骨，一场分尸案已经悄然来袭。保安仅仅只是半夜出门巡个逻，竟意外发现一只狗在啃食奇怪的骨头。谁乱扔骨头？你慢点啊！他赤手将骨头捡了起来，然而却越看越不对劲。哎，你这好像是人的骨头！快！上！报警，走啊！报警！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发现塑料袋里的几块骨头居然是40岁的女性耻骨，其上面有明显的骨盆开裂痕迹，因此死者应该生过孩子，而其具体的时间还有待化验。于是齐法医先将骨头带回了警局，可谁曾想，隔天他们竟接到了多起报案，居民在附近的郊外地区陆续捡到了多具碎骨。然而其中有对小情侣却表示，他们曾与凶手擦肩而过。能看清楚是男的还是女的吗？看不出来，但很瘦，不太像男的。你们看看，是这个人吗？不久前，照片上的女孩闯进了太平间，她的母亲因心脏瓣膜突发导致猝死。可就在要火葬时，刘媛媛却坚持她的母亲是被人杀害。起初当地派出所并没有在意，以为是她过度伤心而胡乱猜测。我也是。可谁曾想，之后刘媛媛就连续失踪了1个星期，她的朋友便来派出所报案。听她说，她高中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本来是要上医科大学的，后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她就一直拖着她那个病重的母亲。前几天我看见她用那个手机在搜索，就是推理小说里面经常用来迷晕人的那个乙醚啊，对，现在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她不会真的是去杀人了吧？别乱猜啊，没事。显然这件事很可能与她有关，于是警方便拿着照片询问小情侣。当时天太黑了，确实没看清楚。片刻后，秦法医对碎骨进行了重组，怎料竟意外拼成了一具完整的尸体。可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些骨头结合的地方并不吻合，似乎不是一个人的骨头。更奇怪的是，这些骨头全被福尔马林浸泡过，已经提取不到任何有用的生物信息。于是警方立刻调取了监控录像，去尝试调查刘媛媛失踪前的行动轨迹。他们看到刘媛媛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在人民路上的夜市胡同里，之后便再也没出现过。她身穿一件红色毛衣，身上背了个大型黑色斜挎包。不仅如此，附近多个商品店的监控显示，刘媛媛还买了草酸和麻绳等多种作案用具。于是他们立刻来夜市街逐一排查。怎料就在这时，韩风忽然注意到了步行街拉客的3轮车，这让他顿时想到了什么。刘媛媛为何一进入夜市街之后就再也没了踪迹？显然很可能是藏进了交通工具。于是他们立刻向司机打听。幸运的是，有个小伙认出了刘媛媛，只因当时小伙拉他时说好的7块钱，可到目的地后却给了5块，因此小伙对他记忆犹新。你是干嘛的？我们是喝抠门。韩风没有让手下亮身份，而是塞给了小伙100块，因为他知道只有钱才能买通人性。于是两人便上了车。片刻后，司机把两人拉到了目的地，然而却是当地的医科大学，这里很适合凶手分尸的作案环境。于是他们立刻通知了局里。果不其然，他们在门口的监控里找到了刘媛媛，于5天前走进了医科大学。接着韩风找到校领导，把他们带到了旧实验楼，因为这里人员稀少，工具齐全，是最合适的分尸地点。他们翻看了值班室的登记记录，发现近几个月都没人员往来。齐思哲来到了存放骨头的标本室，怎料竟意外发现这里的人体标本居然被人动过。你刚刚说这些标本最近被借出的记录已经是1年多以前。原来这里保安大爷值班时经常会躺在床上休息，视线根本看不到窗户的外面，因此这里应该是有人溜了进来。齐思哲把这些标本带回了警局，提取 DNA 后进行比对，怎料结果却让人大为震惊。标本室的尸块已经确认死者身份，是刘媛媛。男人在审讯时惊讶地发现，嫌疑人的手好像有不自觉的抽搐行为。他立刻翻看了嫌疑人的随身笔记，发现笔记的前一页和后一页字迹竟然不同。难道是同一个人写的？没错，这2种字迹都是黄正明的。帕金森病患者的字迹往往就会越来越小，
这被称之为微书症。一般得了运动障碍性疾病的患者，在写字时字体会变得越来越小，并且书写速度减慢，字迹飘忽不定，这便是医学上所称的微书症。而得了帕金森的老年人通常就会有这种症状，因此黄教授能同时写出多种字体。不仅如此，齐法医看了黄教授平常做实验用的头颅，发现切口表面有轻微的参差不齐，但受害人刘媛媛的头颅则切口平整。那以他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精细的分尸吧？除非有人在帮他。不久前，警方在黄教授的标本室里找到了刘媛媛的碎肢，他们用卢米诺试剂进行喷洒，在地板上检测到了多处血迹，显然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接着他们让教务处打开了黄教授的办公室，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就在这时，韩风却注意到了办公室里的外卖，他看到外卖单上写的春季餐馆正是刘媛媛生前打工的地方。哎，你们什么人？进我的办公室干什么？公安、警察。韩风查到黄教授连续点了10多天的外卖，直到刘媛媛失踪的16号，黄教授的外卖也同时戛然而止。我就选中一家饭馆吃饭，有问题吗？至今是谁送来的我都不知道。虽然刘媛媛的尸体不是黄教授所为，但他一定知道些什么。警方见状只能去查学校的记录，找到案发前后进出过标本室的人。最终他们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当天去标本室借取大体做研究。片刻后，警方对他们进行了逐一问话，查到他们当天是一个人去了标本室，而只有那个叫高慧兰的教授，他进去时还带了一名学生。你们很熟吗？不太熟。不太熟？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的解剖学老是挂科，高教授应该也是拿我没有办法，所以在运尸的过程中有跟我提一些补考的重点。女孩害怕再次挂科，所以整天跟在高教授后面，求他透露一些考试的重点。所以当天她跟着高教授去了标本室，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她只记得跟高教授一起推走了一具大体。如果我再考不过，就拿不到毕业证了。高老师人好，他不想我书白读。虽然3名教授都有正当理由，但显然这个学校背后一定隐藏了什么。片刻后，驻队回警局复盘时，突然想起刘媛媛的朋友曾透露过，她高中学习成绩很好，本来也是要报考医科大学的，但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放弃了。于是他们去了刘媛媛的高中寻找线索，可谁曾想，刘媛媛的高中班主任居然还记得她。当年算术很看重的一个学生，成绩很好，但是没想到他第1年高考就缺考。缺考？为什么缺考？说是得了一场大病，第2年还是在我们这学校复读的，但成绩不是很理想。后来我才知道，他才参加了1门考试，而且考试中途他就出去了。然而老师们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刘媛媛跟另一个学生很像，他们经常会误以为是同一个人。那您带过的那个学生，他叫什么名字？叫丁由美。谢谢啊。回去后他们调查了丁由美的资料，然而竟发现她居然是高教授的女儿。她现在也在合成医科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这背后的真相似乎已经悄悄浮出水面。顺带一提，从看到高慧兰的照片第一眼起，我就猜她是凶手。女孩明明杀了人，却卖弄可怜让母亲替她顶罪，直到她被警方抓捕时，还不忘把母亲推向深渊。我妈在哪？叫我妈来救我好不好？叫我妈来救我，叫我妈来救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叫我妈来救我，叫她来救我。他对着警察苦苦哀嚎，故意让在隔壁审讯室的母亲听到。若不是亲眼所见，警察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世上竟会有这种女儿。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促生了今天的局面？一切还要从10年前说起。这天，高慧兰在医院查房时，无意间看到了一个跟女儿很像的孩子。她的母亲得了心脏瓣膜疾病，住院治疗已有2年。高慧兰作为当时的主治医生，她知道刘媛媛母亲的病不可能治好，往后基本上是用金钱来续命。可偏偏刘媛媛还特别争气，在班里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于是高慧兰便打算跟她做一笔交易，她可以免去刘媛媛母亲的手术费，并且还能资助刘媛媛上大学。但前提条件就是刘媛媛要帮她的女儿丁由美通过托福考试，因为她要送女儿去国外留学。只因丁由美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她父亲还整天打她，所以高慧兰便想让女儿出国镀金。这对于双方来说可能都是最好的安排。有妈妈在，妈妈会保护你的。可是这样不会被发现吗？没事的，只要你答应啊，我就立刻安排对你妈妈的手术，费用我全部都承担。
就这样他们达成了交易，然而事情比预想的更加顺利。高慧兰顺利送女儿去出国留学，等回来之后便又在学校给她安排了个教授助理的工作。可谁曾想丁由美却不珍惜这个机会，她留学这几年一直在外面鬼混，花着父母的钱，同时交了多个男朋友。不仅如此，当她回来后得知母亲一直在资助刘媛媛，便暗中跑去了她家，将刘媛媛这些年的经历说给了她的母亲，于是活活气死了老太太，这样就省下了后续的医药费。当刘媛媛的母亲发病时，丁由美当着面把药扔了出去，可她万万没想到，刘媛媛为了能24小时照看母亲，在家里的玩偶里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而摄像头记录下了这一切。当刘媛媛发现母亲死亡的真相后，她第一时间找丁由美算账，怎料丁由美一番话却让刘媛媛彻底动了杀心。你跟你妈怎么老像冤魂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呢？你妈的身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敢说你从未想过让她早点死吗？你别装了，我这是在帮你，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你这个杀人犯！如果你再让我发现你找我妈要钱，下次死的就是你！刘媛媛从包里掏出了一把匕首，向丁由美刺去，然而却反被丁由美压在桌子上。这一幕被听到动静的高慧兰看到，干什么？妈，是他要杀我！是你杀了我妈！你要给我滚偿命！起初高慧兰还不相信女儿会杀人，可她知道刘媛媛不像是会撒谎的孩子，于是便向女儿询问真相。然而丁由美见状便彻底不再掩饰。你怎么这么看着我？你是觉得你的好女儿又让你失望了？高教授被女儿的冷漠吓傻了，他直接跪在了刘媛媛面前，希望这件事能到此为止，以后他会把刘媛媛当作亲女儿来对待。怎料就在这时，丁由美迅速抄起锤子从背后砸了上去，这一锤给刘媛媛造成了致命伤害。事后他还装作害怕的样子哄骗自己的母亲，你说过你会保护我的，对吗？高教授为了保护女儿，在警方面前编造了自己的行凶流程。可随着调查进行，最终他们还是发现了玩偶里的监控录像，将真凶丁由美绳之以法。他为什么要把属于我的钱去给那对垃圾母女？凭什么？可能丁由美到最后还会觉得自己的母亲仍有私心，可殊不知高教授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全力，帮女儿的未来铺上了一条平坦的道路。但正因他的溺爱，也同时害了自己的女儿。女人回头时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穿着校服来到了医院，她不明白女儿为何不跟自己打招呼，而是打开17床病房门，径直地走了进去。优美，高医生，优美不是您闺女，和您闺女挺像的吧？高慧兰站在门口仔细观察，这简直跟自己女儿长得一模一样，并且得知女孩叫刘媛媛，学习成绩优异，在年级排前3名。她想起自己女儿丁由美，两人年纪差不多，但因学习不好，整日被丈夫责骂。于是高慧兰萌生出大胆的想法，当即找刘媛媛帮女儿替考，交换条件就是帮刘母免费做手术。只要你答应啊，我就立刻安排对你妈妈的手术，而且我亲自动刀，费用我全部都承担。高慧兰让刘媛媛帮女儿考托福，第1年替考，等到了第2年再自己考。但没想到的是，第2年刘媛媛没发挥好，所以刘媛媛觉得你毁了她的人生，这11年来一直恐吓你，所以你就愤然而起把她杀了。不是这样的，媛媛是个好孩子，她从来都没有怪过我。本来刘媛媛是非常有前途的，但因为母亲的病情导致分心无法专注。高慧兰知道这个病无法根治，于是便找到刘媛媛母亲，将刘媛媛考学事情告知，希望刘母放弃治疗，不要再因此拖累刘媛媛当误孩子的前程。这都是因为你说你是为了她在撑我，你想过没有，她愿意过这种生活吗？你这么拖下去，对她来说就是一种负担。不会的。媛媛是个好孩子，但你呢？但凡有点做妈妈的样子，就不应该吊着最后一口气来折磨她。你到最后说白了就是两脚一伸走了。她呢？她还要继续去还因为你欠下的那些账，你只不过就是想让她来陪葬你的人生罢了。刘母听后上不来气，指着柜子上放的几瓶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奋力地向前爬行。高慧兰情急之下打算喂刘母吃药，但为了刘媛媛，她选择将药瓶丢在地上，残忍地将其杀害。然而刘媛媛却发现了线索，一口咬定就是高慧兰杀害了自己的母亲。两人在实验室打了起来，经过高慧兰女儿丁由美的阻拦，
两人算是缓和了一会儿，但高慧兰谎称对刘母的死亡不知情，并且安慰刘媛媛以后前途一片光明，直到刘媛媛拿出高慧兰衣服上的纽扣。是你们害死了我妈，是你们！刘媛媛拿起掉落在地的小刀，与丁由美纠缠在了一起，事情愈演愈烈。高慧兰眼见情况不对，情急之下拿起实验用的小锤，猛地一下朝刘媛媛头部砸去，没想到这一下直接将刘媛媛杀害。小美，妈妈的话，把她的衣服穿上，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高慧兰将刘媛媛分尸，然后让女儿穿上刘媛媛的衣服，伪装身份将石块送了出去。可这一切全都是高慧兰向警方阐述的，她将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丁由美知道母亲认罪后，哭得泣不成声。然而警察刚走出审讯室，丁由美就冷笑了起来。难道案情还有反转吗？男人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不料医院却突然传出火灾报警，广播通知大家紧急疏散。然而这时却有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径直地朝病房走去。大家看这里，脖子上带纹身，看起来就不像好人。果不其然，神秘人刚进门就给病人来了一针，不知道往输液管里注射了点什么。病人李一奇醒后拼命挣扎，但他软弱无力，没一点办法。李一奇失去生命体征，死亡的毫无征兆。他是原钻毒品案的唯一线索，就是他持刀乱砍，因为趋光性眩晕从楼上掉了下来。李一奇死了。昨天凌晨1点15分出现了火警，发现李一奇死在病房。从医院监控中调取的记录显示，在李一奇死之前，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进入过病房，但是没有看清楚脸。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车牌号，然而奇怪的是，嫌疑人在枫林都城小区停留了大约1个小时，恰巧小区同一时间发生了坠楼案，死者为24岁的女性，初步判断为自杀，但警方在阳台发现了残留的指甲盖，并且还伴随有血迹，明显死前抓住护栏拼命挣扎过。死者父亲坚信女儿不可能自杀，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昨晚他喝完酒回到家中，呼喊了几声，发现房间没有反应，便想着可能是带弟弟出门了。然而还没等他坐下，就有人敲门呼喊：“老柴，你女儿掉下去了！哎呀，快去看看吧！哎呦！”我跑到楼下，看着我闺女就躺在那儿。老父亲哭得撕心裂肺。通过警方询问得知，死者翟西西是个哑巴，弟弟小山从学校回到家，一口咬定父亲就是杀人凶手。像你害死了姐姐，你为什么杀她？你为什么要杀她？还没等警察弄清楚怎么回事，翟小山就晕了过去。父亲大喊着儿子有心脏病，急忙拨打了急救电话。法医齐思哲觉得遗落在阳台的左脚鞋有问题，死者的右脚鞋穿得非常牢固，鞋带并没有松过的迹象，所以有人帮翟西西松绑了鞋带。还有护栏上的血迹表明，应该翟西西生前挣扎过一段时间，然后才掉下去的。为了判断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齐思哲决定走访调查，打算询问下楼下的住户。别敲了，那没人，那房子报中介往外卖呢。喏，就这一家。中介打开这间屋子后，齐思哲看着被打开的阳台门，发现下面有清晰的划痕，应该是最近有人来过。上次应该是上回的事了。哎，这最近不是行情报吗？这楼又是老楼，业主又不肯降价。就在这时，齐思哲又在晾衣杆上发现了新的线索。他顺着这个位置朝上看去，似乎真相正在慢慢靠近。翟西西可能不是意外坠楼，而是他杀。警察查案时震惊地发现，18岁少女死前竟然给弟弟买了一份大额保险。就当他们以为是父亲将女儿杀害，骗取保险金给儿子治病时，没想到翟父压根不知道女儿翟西西生前买了保险。您知道翟西西3个月之前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保险吗？保险？意外保险，受益人翟小山。保险不是，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您别激动。原来他们一家4口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在一次旅游时发生了意外。翟父见义勇为抓小偷，没想到碰上了一伙亡命之徒，对方拿出小刀就扎入翟父的大腿，他双拳难敌4手，怎料妻子为了保护丈夫，直接被小偷杀害。从那以后，儿子对父亲怀恨在心，他便借酒消愁，一蹶不振。西西是个懂事的孩子，每天除了上学，还要打各种零工补贴家用。看着西西为这个家拼尽全力，作为父亲，他决定借酒振作起来，找个工作，打算从头再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儿子小山在学校踢球时晕倒在地，到医院检查出心脏有问题，
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也凑不齐给儿子治病的钱。没想到翟西西过度劳累成了聋哑人，翟父恨自己无能，将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身上。同时警方派人来到租房中介公司调查翟西西家楼下空房的事情。你们这儿平常业主的钥匙都是怎么保管的？如果有人要带客户看房子，是都要向我报备，并且统一记录的。最近有人看过601的房吗？经理赶忙翻了翻记录，发现最近没带人看过601，因为现在行情不好，加上那里是老楼，基本没啥客户去看房。这钥匙柜除了你，别人能开吗？那不可能，钥匙只在我这里，并且我们店里有监控。哎，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8点我带客户看房子呢，客户可以替我证明。当晚韩风再次来案发现场，却看到齐思哲依旧在这里寻找证据。他总觉得这个跟原钻毒品案有关。翟西西坠楼的时候，有目击者称对面楼下不断有闪光。你怀疑他跟李一奇还有李淑婷一样，翟西西的毒检做了吗？这才是让齐思哲感到奇怪的。检测报告显示，翟西西体内没有任何药物反应。虽然没有检测到，但不能代表中间没有任何联系。就在两人一筹莫展时，老万却带来了新的线索，楼上房间竟也是空的。老万带人打开了楼上的房间，这里明显有人住过的痕迹。就在这时，老万不小心打开了冰箱，竟意外发现了翟西西一模一样的鞋子。黄队，齐法医。女人第一次来咨询二手房，就跟中介点名要最便宜的那套。我就要前几天坠楼那栋楼的房。我听我亲戚说，楼下刚好有空房。哎呀，那个房子它有点问题，小姐，你看这个。我就要刚出事儿的。一般房产中介在出售凶宅时，会根据命案惨烈程度进行折价。如果警方调查为自杀或自然死亡，其折扣程度相对较小；但如果发生谋杀或碎尸案，价格则会大幅降低。要是再赶上低楼层或是顶层，有可能几年都卖不出去。不仅如此，如果在租房或买房时中介故意隐瞒，消费者还可以维权索要赔偿。所以有时候凶宅也是个捡漏的契机。明白，小姐果然内行。不久前，幸福小区的906房间，一名哑巴女孩突然坠楼。西法医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尸体的位置到阳台有很长一段距离，显然是在坠楼时受到了外力，因此断定翟西西的死绝非意外。他们对楼上楼下进行了排查，怎料居然在楼上的1006房间里找到了被害人的一只鞋子，于是他们立刻带回去进行了化验。法医在翟西西的鞋带上验出了她的血迹，而且还在鞋底部的侧面检测出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可奇怪的是，凶手明明可以将鞋子带走，为何要故意放在楼上的冰箱里？这里面疑点重重。我们刚刚去1006房间时，虽然房子很空，看起来像没人住，但实际上是有些近期的生活痕迹的。楼上的门锁并没有撬开的痕迹，并且钥匙都在房产中介，因此能随意进出房间的人想必一定是内部员工。片刻后，韩风带着老万去了房产中介，找到经理要了借钥匙的登记表，于是立刻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春明。但他们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先让手下假扮成买房客，大声放出看房的消息，看看他会不会有所行动。果不其然，在办公室的张春明听到消息后，趁警察离开时溜了出去。上去了。他鬼鬼祟祟地来到了1006，一进门就开始慌慌张张地打扫现场，却不料被警方正面抓捕。是张春明吗？是。喂。片刻后，他们把张春明带回了警局，询问他去1006到底干嘛。你们也知道，我就是个中介，这些房子托给我出租，我有钥匙，也不奇怪吧？前家有人买房子，比后家就到。有这么巧？张春明利用员工的身份进行辩解，于是老万见状便拿警方的办案规矩来吓唬他。是这样啊，张春明，现在我们公安机关办案的呢，是只要证据链完善完整零口供，我们一样能定罪。好，那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张春明害怕在现场留下蛛丝马迹，跟命案扯上关系，于是便主动交代了所有。原来上个月他在家里跟老婆吵架，所以就配了把钥匙，偶尔进去躲躲。可没成想，居然发生了命案，因此他才着急忙慌地去打扫现场。与此同时，秦法医用鞋上的指纹跟张春明做了对比，果然没有比对上，他们只能先排除张春明的嫌疑。你搬进去之前，有其他人住过吗？问你呢？我之前确实把这房子借给过一个老乡，但他不可能有问题啊！他在我这儿还租了好几套空房呢，而且他也就前天晚上在1006待了一晚上。那就是翟西西出事那天晚上。你老乡叫什么名字？汪晨。汪晨这个名字他们越听越熟悉，怎料竟意外发现翟西西死前曾给心脏病弟弟买的那份保险，保险的承办人就是汪晨。于是他们立刻锁定了汪晨的位置，连夜赶到了他所在的酒店。警察。从表情上看出，翟西西的死他绝对知道些什么。
男人为了卖出自己的第一份保险，竟故意接近一名哑巴女孩。他每天都会趁着上班时间偷偷来女孩打工的甜品店里坐坐，给她普及一些关于保险的知识。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网上学习了手语，来减少两人的沟通障碍。可谁曾想，就在女孩买了保险之后，警方却突然找到了她。他一个年轻人保这么一份巨额保险，你不会觉得可疑？我就是靠业务吃饭啊，有业务为什么不接？至于他当时为什么要买那份保险，我也不知道。3天前，哑巴女孩翟西西突然坠楼而亡。临死前，她留下了一份300万的保单。警方通过翟西西鞋子上的指纹，锁定了给她办保险的业务员汪晨。于是无奈之下，汪晨交代了所有实情。原来翟西西之所以买保险，是想给她得了心脏病的弟弟筹集手术费，而汪晨也是受业绩驱使，并没有详细了解翟西西的真实情况。直到这天，翟西西准备跳楼自杀骗取保费时，刚好被路过的汪晨看到。汪晨见状，慌慌张张地跑了上去。然而就在他跑到6楼时，却看到翟西西已经掉了下去，被倒挂在了6楼的晾衣架上。怎料汪晨却刚好有楼下的钥匙，因为他有个老乡是房产中介，平时也经常会带客户看房，于是他连忙打开了楼下的房间。汪晨进去后抓住了翟西西的鞋子，可翟西西却似乎并不想活命，他主动扯开鞋带让自己掉了下去。我当时很想救他，怪我没有拉住，我就那么看着他在我眼前掉下去了。事后汪晨被吓坏了，他迅速反应过来，手上还拿着翟西西的鞋子，便连忙先打扫了现场。他想起翟西西打工的店里会给每一个员工发2双一模一样的鞋子，于是暗中潜入了他家，把另一双干净的左脚扔在了阳台上。汪晨作为保险人知道自杀不能理赔，所以利用鞋子伪造了他杀现场来帮助翟西西骗保，接着又带走了有自己指纹的鞋子。可就在他下楼时，却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吵闹。汪晨害怕被人撞见，便只能顺着楼梯一直往上走。他想起自己身上有1006房间的钥匙，于是索性先把鞋子放在了那里。可这几天警方却不断排查，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销毁。我承认，我伪造了翟西西意外死亡的事实，但我是可怜他，怕他们拿不到保险金，我怕他的死失去价值。与此同时，齐法医拿来了最新的化验结果，他们只在鞋子底部的侧面匹配到了汪晨的指纹，而鞋带上却只有翟西西自己的血迹。可韩风却始终怀疑这个人有问题，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于是只能先放汪晨离开，等案子查清后再追究骗保的责任。你们总认为真相很重要，但我觉得你们错了，有些时候真相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然而就在汪晨离开警局后，法医又在翟西西家里的药瓶里发现了跟前几起案子一样的抗躁郁药，和李淑婷的那瓶抗躁郁药的成分是一样，而且瓶身有相似的压液。男人回头时猛然发现楼顶正在跳楼的女孩对面竟有一道闪烁的灯光，只见那道灯光忽明忽暗，像是在传递某种讯号。女孩见状向前挪动了脚步，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通知消防。喂，这里有人跳楼。齐思哲突然想起，在上一个女孩跳楼时，据目击者反映，翟西西坠楼之前，有人看到树下一直有人拿着手电不停地闪。他们兵分2路跑了上去。等齐思哲来到楼顶时，看到了一个逃跑的黑影。站住！他见状连忙追了上去，顺着楼梯一路追到了楼下。然而就在这时，刚赶到驻队看到了这一幕，他转身绕到了后面进行包夹，最终他们把凶手按在了地上。刘姐，同时女孩也顺利被救了下来。片刻后，他们把刘姐带回了审讯室，经过再三逼问下，刘姐说出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她在医院当护工时，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的孩子为了给家里人治病而被拖垮，这些人无一不有自杀倾向，于是她便建了个专门调解自杀的 QQ 群，让大家说出自己的难处相互治愈。其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刘姐经常会单独找到某些脆弱的人，给他们介绍朋友汪晨的保险项目，帮助他们一起骗保，再从中抽取一大笔费用，把剩余的钱留给死者家属。如果不是我，他们根本活不到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冷漠了，每个人都很自私。他们的付出是因为爱家人，爱到可以牺牲自己。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解除家人的痛苦，用死换生，他们才是真的懂爱的人。刘姐甚至还觉得自己是个大圣人，给这些人谋了一条出路，就连当事人都还觉得刘姐是个关心他们的好人。千万别怪刘姐，她就只是想帮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刘姐是真心关心我们的。你们都被她利用了。
可这些年轻人却忽略了，人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意义，从来没有牺牲一个去救另一个的道理。而刘姐给他们提供的退路，才是下定死亡决心的关键。只要靠近这道光，拥抱这道光，你们就能放松下来。刘姐给年轻人洗脑骗保的行为，无疑是不可饶恕的犯罪。是你们让他们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是你们让他死不瞑目的，是你们，难道你们不应该负责吗？最终，他们把罪犯刘姐绳之以法。可就在案件结束后，法医同样在刚刚跳楼女孩的家里找到了一瓶抗躁郁药。这个药你是从哪儿来的？汪晨给我的。那你跳楼之前有吃吗？有。看来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警察回头时意外发现，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脖子竟带有纹身，而且神色紧张，走路匆忙。在李一奇死之前，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进入过病房，但是看不清脸。没想到凶手如此嚣张，光天化日又再次来医院行凶，驻队立马追了出去，挡在车前勒令对方立马下车。怎料凶手发动车子挂上档位，径直地朝警察撞去。几天前，湖中捞起一辆陈车，车内竟有2具尸体。警方初步断定这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凶手将人杀害后畏罪自杀。然而法医的尸检报告却让所有人脊背发凉，毫无挣扎痕迹不太可能。汪晨坠湖之前会不会处于昏迷状态？更诡异的是，另一名死者宋维民早在车辆落水前就已被人用安全带活活勒死。这狭小的车内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车上就2个人，宋维民已经死了，汪晨怎么会昏迷呢？有第3个人。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全局。近期坠楼案的死者翟西西，其保险经办人也是汪晨。警方的视线聚焦到了翟西西死亡前加入的一个神秘微信群。翟西西弟弟小山曾被拉入到这个群，但他很快就感到不对劲。他去过2次聚会后就毅然退群。他姐姐翟西西正是因为担心他，才主动加入这个群进行调查。可没想到，最后死的人却是姐姐。你知道这个群吗？知道，我们都是因为想轻生才聚集在这儿的。群主是一个叫刘姐的医院义工，她声称建群是为了给这些绝望的孩子一个互相取暖的地方。然而当警方深入调查，一丝诡异的气氛开始弥漫。正当警方一筹莫展时，他们在汪晨被泡烂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一份保单，里面发现了一份保单，金额同样是意外险300万，被保人的姓名叫肖林。韩队猛然想起，肖林就是那个在互助群里的女孩。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这儿了，有可能下个就是他。下一个目标已经出现，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展开。警方火速定位了肖林的住址，驱车狂奔而去。他们能否在悲剧发生前拦下这辆冲向深渊的死亡列车？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又究竟是谁？环卫工只是清晨来打扫卫生，竟意外发现了命案现场。他们在清理垃圾桶时翻到了一个黑色大皮箱。哎，这是啥？啥呀？这么重呢？大仙儿，帮我抬一下。哎呀，我看一下。哎，这是人！报警！报警！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发现死者为30岁左右的花季少女，其腰间有片清晰可见的纹身，并且头发凌乱，衣衫不整。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勘查，怎料竟意外发现被害人手上的指纹已被全部磨破，而其中最关键的致命伤是位于脖子上的右脖梗处。片刻后，他们将尸体带回了解剖室。据尸检后断定，死者是被人用利器扎进了主动脉，凶手一击毙命，没留任何余地。没有生育史，生前也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我们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一些食物的残渣，有牛肉、面包、西兰花，血液当中还有酒精的成分。伤口在右侧，凶手是左撇子，很有可能。警方立刻调查了死者的背景信息，查到被害人胡杰是一名画家，他和父母常年居住在澳洲，国内的房子里只留了一个保洁阿姨。您上一次见到胡杰是什么时候？前天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您是几点钟来的？大概下午2点吧。那个时间胡杰在家吗？在家。好像约了其他人吃饭。保洁阿姨依稀记得那天胡杰的情绪就不太对劲，总是对着画乱发脾气。然后胡杰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便匆匆出门，再也没有回来。那您知道他约的谁吃饭吗？只听见他在打电话，不知道是谁。他们对胡杰的家里进行了全面盘查，注意到家里的每幅画中都有一个 H 的署名，但唯独桌子上立着的这幅画中没有。这幅画有可能不是他画的。
把这些都带回去，做下比对。怎料就在这时，他们在隔壁的卧室地板上搜到了几片花瓣，而花瓣上带着点点血迹。于是手下立刻喷洒了卢米诺试剂，果不其然，卧室里显现出一条明显的拖拽痕迹，并且洗手间也找到了大量擦拭过的血迹。显然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片刻后，他们回警局进行了复盘，通过保洁阿姨和尸检结果显示，胡杰死前应该是去了西餐厅见某个人。于是他们立刻排查了附近的餐厅，最终在好想来餐厅里找到了线索。当时他们就坐在上边靠窗的那一桌。你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他当时跟他朋友吵了一架，这名女士还泼了他朋友一身酒，在餐厅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那你还记得跟他吵架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是一名男士，穿着西装，看上去挺斯文的。你们这个监控能拍到那边吗？可以。调出来给我看一下。来。他们查阅了餐厅的监控录像，发现两人当时确实起了不小的争执。驻队让手下通过监控视频，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阮明宇。他们来到了阮明宇的工作室一探究竟。然而当阮明宇得知胡杰的死讯后，表情却略显紧张，他下意识用左手端起了茶杯，这一幕却被一旁的韩风看在眼里。能跟我们说说那天吃饭是什么情况吗？阮明宇算是胡杰的经纪人，他画的画经常会挂在这里卖。可那天明明谈好了一个买家，但胡杰却突然反悔，因此他们才在西餐厅里起了争执。韩风见状便在工作室里四处转转，然而却突然发现工作室里屋的墙角落里好像摆了一幅跟胡杰家里一模一样的画，上面用钢笔写着李家镇。你去过李家镇？哪儿？李家镇。究竟怎样的悬案让警察14年间都无从下手？这里曾是2个女孩的秘密基地，可案发后就成了连警察都不敢靠近的鬼屋。出事那天，整个镇子都乱了套。对于这个偏远的小镇来说，从未发生过如此凶残的案件。当年没抓到嫌疑人吗？我们这个小镇呀，没有发生过这么凶残的案子。由于10几年前侦破手段不成熟，所以案子迟迟未破，成了李师傅的一块心结。但前几天环卫工在打扫卫生时，竟发现了一具无脸女尸，作案手法跟10几年前这起一模一样。你们发现的那具尸体，伤口真的跟降雪的一样？会不会凶手是一个人？李师傅看了韩队带来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是胡杰，就是14年前死者樊降雪的朋友。因此2个案子并案调查，他们来到当年的案发现场。李师傅仔细回忆，当年樊降雪的尸体就在木屋角落发现的。当时是颈动脉被刺破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凶器是一支钢笔，但在现场没有发现那支行凶的笔。更奇怪的是，现场有明显被打扫过的痕迹，指纹和足印全无，只留下了一根不属于死者的头发。根据伤口创面分析，推断凶手是从正面斜刺入，但如果是用右手，姿势会非常别扭。凶手是左撇子。对，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案发现场还有一个疑点，当时只发现了画板，却没有找到画。如今在胡杰的遗物中，警方有了惊人发现，他们找到了几幅画，其中一幅画纸明显发黄。有没有可能这就是现场丢失那幅？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鉴定才能知道。目前我们只知道这幅画上除了樊降雪与胡杰的指纹之外，还有第3个人的指纹。为了解开画的谜团，警方请来了专业的鉴画师。这3幅画是3个不同的人画的，这2幅也不是同一个人画的。因为这幅梅洛款的画，他用的钢笔笔尖是反斜体型，而樊降雪的这幅画用的是标准型。就画技而言，显然也不是同一个人。胡杰的画虽然也是用的同款笔尖，但画技和笔触有明显差距，更像是在临摹那幅旧画。结论已经很明显了，当年和樊降雪、胡杰一起在山上画画的还有第3个人，画上的第3枚指纹很有可能就是他留下的。齐思哲重新对比了2名死者的伤口，虽然都是钢笔刺入颈动脉，但手法却有天壤之别。刺向樊降雪的那一下位置有所偏移，更像是失手或犹豫所致，而如今刺向胡杰的那一下则快准狠，手法干净利落，说明凶手在14年间杀人手法变得更加纯熟和冷酷。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了那个神秘人，那么此人究竟是谁呢？女孩只是与闺蜜相约画画，可不料却被闺蜜丢在了画室里，直到臭味散了出去，警方才找到了女孩的尸体。怎料天道轮回，就在14年后的同一天，闺蜜突然被人丢在了垃圾桶里，其死法与14年前完全一致，都是被钢笔插入脖子，但手法上却有略微差异。凶手杀死胡杰的时候，手法干净利落，钢笔笔尖准确地刺入了颈动脉。你再看樊降雪的伤口，这个位置介于喉咙和颈动脉之间，而且从伤口上来看，这不像是直接刺入动脉，
更像是擦破。警方对比了2个人的伤口状态，好像并不是同一人所为，但能确定的是，凶手一定跟他们2人非常熟悉。警方顺着胡杰的关系网找到了他生前的经纪人阮明宇，怎料却在他的工作室里找到了跟死者家里一模一样的话。你去过李家镇？阮明宇听到李家镇后撒腿就跑，看来一定是知道些什么，可还没跑出工作室就被韩风按在桌子上。你为什么抓我？放开我！哎，好呀。他们将阮明宇带回了审讯室，阮明宇交代他跟胡杰相识在大学的美术竞赛中，那时候阮明宇喜欢摄影，于是经常去胡杰住的李家村采风。可某天他拿着相机去找胡杰时，却发现他就站在湖边，往湖里扔了一支笔。你在拍什么呢？拍你啊！你把它删了吧。啊？删了，快点儿！哦。当时胡杰执意要让他删掉照片。起初阮明宇并没有多想，然而隔天就听说李家村好像死了一个女孩，可阮明宇也怀疑过这件事跟胡杰会不会有关。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我喜欢他。当时阮明宇听说胡杰好像喜欢另一个男的，所以他就想利用这件事把胡杰绑在身边，于是他就做了胡杰的经纪人。但这些年胡杰却越来越不对劲，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胡杰画不出新作品，就连生活都出了问题。1周前他好不容易联系了一个买家，出30万来收购那幅李家村的画，但却被胡杰当场拒绝，2人当时不欢而散。事后阮明宇始终想不明白胡杰为何不肯卖画，于是他就趁半夜偷偷跑到了胡杰的家里，然而却意外发现那幅画被沾上了油渍，原来这才是胡杰一直拖着的原因。齐思哲提取了阮明宇的指纹，跟那幅画上进行了对比，但却没有匹配成功。接着警方询问阮明宇，当年胡杰喜欢的那个人又是谁？你认识他吗？没见过，我只知道他是胡杰在江城美术竞赛参加比赛的时候认识的。那场比赛胡杰拿了银奖，那个人得了金奖。他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去到了李家镇，可那个人偏偏又喜欢上了他的好朋友樊降雪。我太了解胡杰了，他一定接受不了。他们问几人所在的医科大学，要了参加美术竞赛的名单，怎料韩风竟意外发现此人居然是齐思哲的师哥，原来他就是当初跟胡杰和她闺蜜一起在李家村画画的第3个人。究竟是怎样的案发现场，让警方来来回回跑了10几趟都一无所获？即便他们说中了所有作案过程，凶手依然淡定地坐在警局。你的推理非常的精彩，但是办案要讲究证据的，对吗？还有23分钟。3天前，陈楚川在杀完人后，他先将尸体塞进行李箱内，接着用漂白剂把厕所的每个角落都打扫了一遍，然后准备去抛尸。可就在这时，师弟却大晚上来到了心理诊所。情急之下，他把行李箱藏在了洗手间。齐法医晚上来诊所是找师哥咨询一种抗躁郁药，因为最近发生的好几起案子中，被害人的家里都有这款药。我去个洗手间。那个里边马桶坏了，你到外面那个去上吧。好。齐思哲的到来让陈楚川心生一计，他把师弟打发走后，便拖着行李箱匆匆出门。陈楚川把胡杰随意丢进了垃圾桶，然后马不停蹄地来到胡杰家。他把准备好的血迹大量喷洒在卧室的地板上，再用清洁剂进行去除，这样便伪造成了第一现场。而刚刚齐思哲去过他的诊所，恰好能提供不在场证明，如此就能摆脱嫌疑。几天后，警方顺着死者胡杰的资料，果然查到了陈楚川，可他却凭借事先准备好的说辞，轻松排除了嫌疑。为了进一步寻找线索，警方再次重返了案发现场。撕破颈动脉会在现场留下大量的血迹，凶手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理现场，一定会用到漂白水或者清洁剂。可奇怪的是，他们在审讯胡杰的经纪人时，得知那晚阮明宇也来过胡杰家里，而且比死亡时间晚1个钟头，按道理刺鼻味应该不会消散，但阮明宇来时却没有闻到，所以要么这里不是第一现场，要么阮明宇撒了谎。韩队，齐主任，胡杰死的那天晚上这儿停水了，19点到次日凌晨3点。一般居民楼经过短暂的停水后，打开水龙头会有一阵吸水声，并且水质略微发黄，但他们检查了厕所的水龙头，却发现喷出来的是清水，因此凶手还是打扫过血迹。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凶手打扫血迹的时间是在阮明宇来之后，所以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那真正的第一现场在哪？就在这时，齐思哲突然想起那天他去心理诊所找师哥时，我去个洗手间。那个里边马桶坏了。他们立刻联系驻队，带人去了陈楚川的心理诊所。他们把每个角落都喷洒了卢米诺，可还是没有发现血迹反应，因此只能先放陈楚川离开。陈楚川，你可以走了。
片刻后，齐思哲跟韩风复盘，总觉得陈楚川怪怪的，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然而就在这时，门外的保洁大妈朝玻璃上喷洒了清洁剂，这让齐思哲顿时想到了什么。螯合剂啊！他想到为什么在陈楚川的厕所里用卢米诺检测不出血迹反应。卢米诺试剂的反应原理是在血液中2价铁离子的催化下，分解过氧化氢产生氧气和水，而氧气在氧化卢米诺释放出蓝光。如果陈楚川打扫现场时用了能与2价铁离子产生反应的螯合剂，那么卢米诺将没有作用。所以说，如果我们检测出这种螯合剂的残留痕迹，那我们就可以证明胡杰的第一死亡现场就是在诊所。果不其然，他们在陈楚川的厕所里发现了螯合剂的残留，于是韩风立刻通知手下将其缉拿归案。怎料与此同时，刑警老万却死在了马路上，而陈楚川也在逃亡的路上。钢笔杀人的见多了，但用钢笔救人的你见过吗？在新剧剥茧中就给大家完美演示了什么是环甲膜穿刺术，如何用随处可见的钢笔救人。当有人因为喉咙完全堵死，比如严重的过敏、外伤、异物卡喉，从而导致快窒息时，医生会用一根粗针或特制工具，在他脖子前面刺入一个通气孔，用几秒钟重建一条临时的生命气道，这是真正的救命技术。至于怎么操作，后面会详细讲述，大家拿小本本记好，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因为剧中就是救人时出现了意外。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男两女约在植物园写生。男人名叫陈楚川，对樊绛雪一见钟情，不料却引来了胡杰的嫉妒。明明胡杰与陈楚川是最先认识的，没想到被闺蜜捷足先登。隔天胡杰急匆匆从背后叫住了陈楚川。绛雪摔倒了啊，好像很严重。在哪儿啊？那边。两人顺着下山路找了好久，打电话也无人接听。后来才知道樊绛雪在植物园被害了，案件一晃10几年都没破。后来胡杰出国，陈楚川两人便也没有了联系。直到1个月前，胡杰突然找到陈楚川，想让对方帮自己再画一次那幅画。然而陈楚川早已不碰画笔了，对樊绛雪死亡耿耿于怀，因此感到抱歉。陈楚川，14年了，樊绛雪已经死了14年了。今天这幅画你画也得画，不画也得画。陈楚川简直难以相信，胡杰何来的底气在这威胁自己？你是真不知道樊绛雪到底是怎么死的吧？樊绛雪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突然呼气困难倒地不起。胡杰想救闺蜜，怎料樊绛雪一直挣扎，导致钢笔下落时偏离了方位。我告诉你陈楚川，樊绛雪的死就是你造成的，不是你把她约到那儿他就不会去，不是你把花拿进屋里他也不会死。你相信他说的话？直觉是不信的，但是从我的专业角度上讲，他在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他的眼神还是他的肢体语言，都不像在撒谎。然而上面的所有剧情全都是陈楚川向警方陈述的，因为胡杰几天前刚死亡，现在死无对证，不知事情真如陈楚川所说，还是他面对警察说了谎。法医齐思哲发现了新的线索。师兄，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酒吧，我救过一个人的命吗？其实那个时候你更有机会用环甲膜穿刺术救他。10几年前，酒吧一女孩急性过敏，陈楚川身为医生，见到这种情况却双手发抖。齐思哲见状，立马从手中夺过钢笔，顺着喉结往下摸，有一个小小的凹陷处，这里就是环甲膜，直接从喉咙下方的气管开个口子，让空气进去。因此齐思哲推断，樊绛雪是被陈楚川误杀，不然也不会遇到类似情况吓得双手发抖。而胡杰伤口就不一样了，下手干净利落，明显就是起冲突后一击毙命。你的推理非常的精彩，但是办案要讲究证据的，对吗？齐思哲以真相为刃，刺破一切罪恶的伪装。当谎言的茧一层层剥落，裸露出的或许是比罪恶更脆弱的善良。最难的不是剥开现场的茧，而是解开人心的锁。如果一个85公斤的胖子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么他究竟会流多少血？首先，这跟被害人的伤口有关。如果伤口非常致命，导致血流速度过快，就会引发失血性休克，导致死亡。
但如果并非致命伤口，即使血流量超过总容血量的 50%， 也未必能立刻致死。而老万被凶手扎破了大腿的主动脉，并且胸部、腹部也身中数刀，按正常来说已经是差不多达到了出血最大化。可奇怪的是，在刑警老万的车上却只有主驾驶残留一些血迹。一个体重在85公斤左右的成年人，体内的血液含量应该在5到6升左右，以老万这种体型，或许还要高于这个数字。但是从尸体的失血程度来看，现场的血迹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其法医进行了初步尸检，发现老万嘴唇发干，面色苍白，符合失血过多的死亡特征。那么剩余的血液到底去哪儿了？与此同时，法医对现场的另一名被害人进行了初步尸检，此人是老万准备带回警局的关键证人，其死因是头部中弹，被人一枪打穿头骨，当场毙命。然而从子弹的孔径来看，是老万随身携带的警枪，那把枪还在老万手里紧紧地握着，因此韩风推测应该是证人先用刀捅伤老万后逃跑，却不料被老万失去意识前击毙。可齐思哲却表示，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老万接近180的体重，在腿部被扎穿的情况下很难支撑身体，况且当时还是10米开外的移动目标，如果不是特种兵很难击中，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现场还有第3个人，并且这不是第一案发现场。他们调取了老万的行动轨迹，发现在凌晨的2点半，他带着证人离开了第一人民医院，临走前还给驻队发了条消息：小朱，我马上就回去啊，有个惊喜要给你。他们顺着监控一路追查，果不其然，在案发地的2公里处，老万曾开车停留过一段时间。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了大量血迹，并且草丛里还有一个被扎破的轮胎，看来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所以老万是在这里血流光了以后才被送到第2案发现场。原来老万凌晨在押送证人途中被凶手扎破了轮胎，等他下车查看情况时被摩托撞飞了出去。起初凶手并没有想杀老万，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但老万却醒来看到了凶手的面容，于是凶手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杀死老万后伪造了现场，把矛头引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崔浩。雪俊，你继续查医院的监控，看看有没有新发现。他们猜测老万所说的惊喜应该就是在医院泄露抗造欲药的崔浩，但如今崔浩也被灭口，整条线索再次断裂。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抓到正逃亡的陈楚川，可殊不知陈楚川也同时在河边被凶手杀害。在哪儿啊？到哪儿了？而凶手就是在之前所有案子中都出现过，脖子上带纹身的那个男人。这里曾是国内最大的制毒窝点，其隐蔽程度堪称一绝。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卫星系统，可以检测方圆几千公里内的一举一动，运毒方法更是让人难以想象，让警方追查了10几年一无所获。他们把新型毒品融入红酒中，然后将瓶子封口装箱，等买家收到后通过蒸馏结晶的方式提取，但凡下线被警方发现，等待他们的将是灭口。然而这次却出现了意外，王波在准备杀人时被警方抓捕，警察驻队被手榴弹炸成重伤昏迷不醒，此人就是那个脖子有纹身的嫌疑人。当初他在医院杀害李一奇后，开车去了枫林都城小区，因为给汪晨送药，目睹了翟西西跳楼。后来汪晨暴露将宋维明杀害，慌不择路给王波打电话，没想到的是王波直接将汪晨杀害伪造了现场。再后来就是医院的崔浩，因为用药2人达成合作，然而却被老万发现，他将老万伪造成车祸现场，转头将崔浩杀害。这5人死亡都与王波脱不了干系。本来王波守口如瓶，可在得知女友被杀害后当场发疯。你他妈挑战我！看清楚了吗？你还觉得我们在骗你？他怎么会死呢？他是怎么死的？那得问你啊。你们放我出去！我要干啥什么报销？你们放我出去！我回来以后就给你们处置。王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尽快找到杀害阿蛇的凶手。如果你不配合的话，现在凶手很有可能趁这个机会他就逃离了。再这样说，冯正熙一定是他。王波供出了冯正熙，声称陈楚川也是在这儿拿的货。警方很快锁定了景丰玻璃厂，他们发现这里每天总有运不完的货，并且手中的红酒瓶跟韩队带回来的一样。警方开会商讨后立刻展开行动，当有警车强行闯入，室内的警报马上响起，一群不要命的向前冲，只为保护大哥撤退，同时为销毁毒品争取更多时间。不要！
不是码头，快下！冯正熙提着一大袋子钱从后门逃跑，屋内的钱财洒落一地。韩队看见后就知道大事不妙，估计这回已经跑远了。就在韩队打电话跟总部汇报时，却意外看到角落堆放的东西。他顺着地上印记走了过来，明显这些是经常拖拽造成的。韩队立马将液体桶挪开，持枪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顺着楼梯往下走。没想到这里设备齐全，全是高科技。韩队，这儿应该就是他们的实验室了吧？全带回去。好，请求支援。法医齐思哲看着试验记录，上面所述 X5 对去甲肾上腺素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实验非常完美，为后续操作带来了新的思路。X5 去甲肾上腺素，全世界每年有5%的人患上抑郁症，它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而且日趋严重。但是我认为，抑郁症可防可治，只是缺少政策关注和社会资源。齐思哲突然想到了什么，难道老师与新型毒品有所关联吗？警察在翻找资料时无意间发现制毒厂的笔记竟然跟大学导师批改论文的字迹完全吻合。然而更诡异的是，当年送给师弟李明的尸检手记竟莫名出现在他的家中。韩队随意的翻看，却无意中发现了最后一页的秘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化学分子式。韩队大胆推断，应该是李明趁其不备偷偷将书还了回来，但人3年前就已经死了，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可为何李明要送分子式呢？这一部分分子式应该就是制毒集团一直在寻找。想必找到导师吴永昌，一切答案自然揭晓。齐思哲打算明天先去学校一趟，找吴永昌聊天探探口风。我跟你一起。不用，我不想打草惊蛇。行，那我跟白局汇报，你小心。隔天，齐思哲站在实验室回忆过往，恰巧这时吴永昌走了过来。当时齐思哲他们师兄3人，目前已经死去2个，只有齐思哲还活着。吴永昌是他们最亲的老师，甚至当作父亲看待。今天齐思哲就想来个父子局，2人坐下真心聊一聊。我们在玻璃厂的制毒实验室发现了药物研究资料上确认了有您的笔记。我的工作笔记被坏人利用了，谁干的？您不知道这事儿吗？我怎么知道？那师母呢？吴永昌知道纸包不住火，便讲出了实情。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妻子吞了大量的安眠药，因为长期病痛导致，加上医院开的药没有效果，师母有了轻生的想法。于是吴永昌试着开始研究药物，可他知道私自研发是违法的，便想着隐瞒此事。但他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制过毒，并且早就放弃研究了。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联系过你？前2天好像有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得到的消息。然后就说要给我出钱，帮我弄一个实验室，我哪敢啊！尤其是想到当年李明的事情，我害怕呀，我给他拒绝了。吴永昌表现得一脸无辜，并且描述了那人的长相，一下子指认就是照片上的这人。虽然吴永昌是这么说的，但并没有打消齐思哲的疑虑。然而就在警方进一步调查时，吴永昌却突然消失了。警方立刻来到吴永昌家中，发现这里有大片的血迹，应该是发生过激烈的斗争。不知是吴永昌伪造了现场，还是真的有人将其绑架。就在这时，齐思哲收到神秘短信，他向上级汇报，打算自己将人引出，深入敌穴后一锅端。我不同意。韩队，他们目前最想得到的就是这份新型药物的化学分子式，所以他们在得到分子式前应该不会对我动手。然而这群人早有防备，在碰头地点将齐思哲带上车后，立马进行搜身，将身上的定位器转移到另外一辆车上，一边将警察引开，另一边将齐思哲带去了秘密基地。这里惨状难以想象，简直堪比某北的诈骗园区，将制出来的毒品用在人体实验上。齐思哲看到老师被捆绑了起来，脸上还有伤痕血迹，齐思哲立马慌了。王志信，有什么冲我来？齐法医这么孝顺的话，就赶紧把毒师 K 的日记给我。此时齐思哲还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老师在演戏，只为了他手中的分子式。波检迎来大结局，齐思哲的导师居然骗惨了所有人，他骗死了他的2个学生，骗了患有抑郁症的妻子，骗了最信任他的齐思哲，最后也骗了自己。那是药吗？那是毒啊！老师，是药3分毒，你说是我不行吗？是不是毒，得看你怎么用它。已经到这一步了，没有回头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吴永昌只是嘴硬，不愿意承认自己制毒，但事实是他到死都不相信自己做的是毒品，只是服用后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抗抑郁药。药是药，毒是毒，我始终在努力不和毒品牵扯在一起。我对学生的要求也同样。当吴永昌发现所有医院都救不了妻子后，便开始自己研究药物。
吴永昌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私自研究药触犯了法律，但却意外被学生李明发现。我警告你了没有？我研制的是药，毒品我不沾。它是药是药，可是我们就算是研制药，它后续的设备、实验、研发，它都需要钱来支撑嘛。李明察觉到这东西很有市场，便蛊惑吴老师批量生产。他们为了扩大市场，联系了南方的渠道进行分销，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但吴永昌不忘初心，他不管李明挣了多少钱，只要有资金建实验室，能支撑他改良药物，无论什么条件都在所不惜。可谁曾想，随着李明认识的毒枭越来越多，他在一次交易时遇到了韩风。当时韩风正在对面做卧底，更巧的是，韩风的妹妹正在跟齐思哲交往，于是被李明和吴永昌认了出来。吴永昌为了自保，给警方打了匿名举报电话，亲手出卖了学生李明。结果李明被当场击毙，吴永昌顺利藏匿了下去。不仅如此，吴永昌逃跑时还杀了韩风的妹妹于飞，来干扰他的办案情绪。因此李明就成了一切的罪魁祸首。再到后来，吴永昌又拉拢学生陈楚川，当时的陈楚川刚刚失去女友，还在深深的自责当中。吴永昌看出了这一点，便给陈楚川用了自己的新型毒品。陈楚川服用后出现幻觉，看到了死去的女友樊绛雪，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在帮吴永昌贩毒的途中，还替师母亲自试药，可没想到最终还是成为了吴永昌的弃子。从一个桃李天下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制毒狂魔。吴永昌给自己美化了太多，他一直把救妻子挂在嘴边，企图混淆毒品与药物的边界，通过改良来钻法律的空子。更可笑的是，他从来不先给妻子用药，而是在其他的人身上实验过后，如果不致死，再给妻子续命。你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你究竟还想害死多少人？我不想再死人了，我不想死人了。然而最终吴永昌还是得到了报应，他残害过的人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一切都像是因果循环。去死手，我要再做下去。坚持住，坚持啊！失去妻子的吴永昌彻底没了心劲，他用了10年来骗自己，最终不仅没有拯救任何人，还让所有人成了他偏执的祭品。